好，现在我们讨论一些比较实在的，就是我们的公共建设到底有没有浪费钱？43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一个建设哦。但是我们在南投的沙仑科技园区里面，徐巧芯再一次去追踪，其实徐巧芯应该有相当的画面，他公布了这一张照片，他说我花了43亿。结果一下雨，它就开始漏水了哦。好，那这一照片出来之后，立刻现在包括王定宇啊，包括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就是说你是有怎么样吗？你根本是口水嘛，看照片就知道。半露天啊，下大雨难免会从外面泼进来嘛，有需要这样子乱找麻烦吗？结果他都不知道徐巧芯是切香肠等着他，因为徐巧芯公布了更多，比如说这柱子下面，这就不是外面泼进来了哦，从下面积水积到下面满满的都是积水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室内里面，你这看到这一个全部都是用这个看起来像抹布啊，在那边吸水，还有这个。柱子的边边角也是一个盆子，里面放了一个毛巾在吸水啊，这个也是室内都在漏水啊，所以不要随便去挑战徐巧芯，要摸摸良心。如果真的漏水，你不要急着去攻击这个徐巧芯，不用急着反攻哈。台南市有讲说，已经进驻了28家厂商，超过了90%的进驻率哦。他说总共有1500个人在里面工作，但徐巧芯的意思说，这个地方总共有40公顷。居然只有1400多个员工，这不就是空城了吗？而且他去的时候确实是空空如也。哦，大家看到画面，这个已经是漏得非常非常严重哦。当然有人讲说，像民进党立委，还有包括台南市政府说，是外面泼进去的啊。不过巧芯恐怕会公布更多的，就真的是从里面出来的状况哦。那另外一个也是在台南归仁的游泳池哦，我们也直接来看这个画面。游泳池天花板破了一个大洞，这个瀑布大得不得了，但是当地的游泳池的民众很开心啊，他说免费的 SPA， 这么好天然的一个按摩池，效果很不错，大家抢着那边头皮按摩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啦，怎么会一个游泳外面的雨都没有这么大，然后里面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瀑布哦，好，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台南的民众可能最近常常到处都是有风雨哈。那高雄最妙了，高雄有个球场，很多地方的球场叫风雨球场嘛，遮风避雨。但是它真的是在里面下风刮雨哈，这个下雨刮风哈，这个球场里面刚盖好，111年发包，110年发包，110年5月开放哦，当时就已经漏水了，然后8月继续漏水，然后直接看这个画面，跟刚刚那个泳池其实有点相似，也是噗噜啪啦从里面这个倾泻下来哦，这个画面真的是有点离谱啦哈。那更扯的是，它刚盖好的时候就漏了，然后隔年又继续再漏，然后总共包括其他的球场加起来，邻近的这几个球场，整届的总共加起来有1200多万元。然后现在有个状况是因为这一座球场的天花板上面它用的是光电板。不过也有人讲说，因为附近其他的球场也是用光电板啊，偏偏只有这一个漏了，这要请教杨明哈。其实这种所谓的公共工程的瑕疵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全面来体检。我们先从这个风雨球场开始讲其实你知道我们的教育部已经推动所有我们台湾各级学校，如果要盖这种所谓的把室外的球场加棚架，全面都用光电板，已经变成我们教育部现在的主要推广。已经有超过300间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设施300多间学校，对，都是这种就是户外然后用这种所谓的风雨的球场，然后呢上面全部是那种波浪形的这种光电板来去做他们的天花板。那这座球，你看，如果今天它其他球场没有问题，这座球场特别有问题，那第一个要么就是它施工的品质不好。对不对？就是你光电板就良莠不齐。其实如果今天你用一般的这种铁皮或什么样不管你用什么材质理论上你施工品质好的话，它漏水的几率其实不高，很低啊，因为这很成熟的工程啊。对，所以我说，要么就是它施工的时候，它现在是用光电板啦，没有，所以可能有的人做的不好。对，就是说你施工厂商可能对这个材质他不熟悉，或者怎么样，或者他在这个固定的时候，可能有几个螺丝可能松掉了，怎么样可能有一块歪了所以导致它会漏水。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施工品质要去顾。那如果今天施工品质稳定的状况下，很多学校都用这样的工法，它不会有问题啦。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就是把施工品质顾好。可是你说像那种花了几十亿你那个沙仑这个园区一个停车场漏水，这好像是我们最近这1-2年看到大部分前瞻基础建设的建筑都有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建材、我们的施工厂商，还是我们的验收
官员有问题，都有问题，还是每个对都有问题。我要补充一点，就这个是前瞻预算43亿在里面盖的停车场，因为盖停车场不是什么高科技吧？它当然不是43亿都盖停车场，它是只有停车场，它是整个园区，就是前瞻43亿进去。那盖停车场不是什么高科技嘛，也不是什么多难，说台湾第一次盖停车场，就是说停车场的部分没有多高科技。对啊，就是你基本上你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该怎么验收怎么验收，特别是那种风雨操场。你说这个台北市现在很多暑期期间，很多学校也在盖这个，因为这个那好，那就不是也是很多既有工法，其实大家都很成熟。那为什么要用光电？那是不是要用去拉高你绿能的部分，然后害整个的公共工程？小学这种风雨操场也受害。风雨操场本来下雨天可以打篮球，在下雨天里面打篮球就滑倒。我们的能源到底稳不稳？因为赖清德在中常会告诉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能源是很足的。台积电现在证实要入场这个高雄厂的部分呢，确定是2奈米。这个真的是一直变。一开始说7奈米、28奈米各一座，然后现在说没有，只有一座，而是2奈米的。那希望在2026年可以开始量产。那德国的商务日报说，德国政府要提供1740亿台币，要支持他们建厂。德国厂确定了，彭博现在专栏说，台积电呢正式踏上了原本无意要走的全球布局之路。台积电大家都知道，他在美国跟美国的工会开始非常紧张，现在有500人到美国救援队，他们的签证呢被挡下来。郭正亮讲说问题就在美国工会的无理要求。台湾状况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友达突然间火速关掉了南部的2个厂了，然后有员工控诉说这是没血没泪，资方居然是突然间无预警的通知他们说你们要优退如果你不愿意签自愿离职的话就没有优退让这个员工就觉得我们做那么辛苦，你这样子讲看似有选择，实质上是没有选择啊。还有另外状况，在我们的这个商界里面，减肥药现在有概念股大爆发。礼来单日呢就飙了15%，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药效里面一缸里狗，礼来的糖尿病的制药物它现在广泛引用减肥，就是一方面可以治疗你的糖尿病，一方面又可以让你减肥达到相当的效果第2季的销售量高达台币317亿元，这要请教思刚。这个礼来跟这个这个叫我们一般坊间就叫瘦针它就是瘦针讲这个大家就懂了所以它是打了都抑制你的食欲对，它这个因为这个礼来这个药厂呢，还有诺德啦诺德啦，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是瘦针主要的厂商啦。那一般了解说，它有所谓的每日型跟这个每周型。每日就是每天打一剂，每天一剂，然后大概5ml 左右啦。然后有的是每周打了之后你就没有打到肚皮上，你跟有一些抑制胰岛素是一样打到肚皮上的。然后呢，这个过去是用在治疗糖尿病患者，而且是比较中度以上糖尿病患者。然后他最近前2年就发现说，这个可以克制食欲。可是假如我一般是没有糖尿病问题的人，我打这个针会不会有后遗症？我问过医生2-3次，那医生说目前来说是对身体来说是 OK 的。但是我们相关的问题还是要问医生为主。那我是我自己有问，因为我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你是用这些事情一定要去问专科医师，对，不要只去透过什么医美这样去销售，然后你就去买了。你的同僚有一位议员也有打过嘛，效果很好，但他后来很快就弹回来了。第一个，你这个打下去之后，第一个你的克制力还是要够了，你不能说我打这个之后每天还是大吃大喝，不可以啊。他说他打了之后，确实那段时间真的不吃东西也不会。对，就是他实际上让你的食欲降低嘛，你就不想吃东西嘛。比如说我每天可以吃2碗饭的，我一天可能只吃半碗饭。这食欲的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些药厂来说，他说有些人打了之后，发现对于心脏的功能。我觉得减肥最好还是少吃多运动。第一个少多运动，第二个一定要去征询你的医师啦，一定要征询医师啦。你怎么看我们现在台积电还包括友达的部分？好 ，OK， 台积电跟友达的部分，基本上他们也面临到人工的问题，然后缺工的问题。友达是面板的问题，面板现在在整个的全球市场是下滑的，是下滑的。所以这对于台积电，它现在是美国这部分，它的工会说，你不能引进台湾的劳工去因为台积电发现它在亚利桑那的这个进度落后了，变慢了。
然后呢，他想引进台湾技术成熟的工人，他说你不能引进，因为你的薪水可能会比较低，可能会排挤当地的工人。那第二个，台积电他现在也要把他自己不要变成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剑拔嘛，所以我干脆我把部分产能我移到德国嘛，就近供应欧洲，所以台积电他也在做分散风险的事情。我们更多话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谢耀洲，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哦，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拜托。